要跟大家汇报一下飞羽农场的各个草莓的情况。大家可以听到我现在的声音是稍微带点鼻音。洛阳下了一场相对比较大的雪，瞬间我们四下里是白茫茫的一片。那天运气还比较好，因为阴天，棚子里面比较湿冷，大概就4度。我准备提前下山，后来又在这里干活，坚持了半个小时。3点半开始下棚子，当棚子下到一半的时候，开始飘雪花，雪是越下越大。那么我也是第一次种草莓大棚碰到了这么大的雪，之前也心里有个预期，在下大雪的时候一定不能降棉被，因为降完棉被，雪落在棉被上面，好几天干不了，棉被是升不上去的。好在在下雪的时候我还在山上，好在把棉被升起来了。这连续4、5天都是阴天，没见太阳。看看这一段时间飞羽农场的各个草莓的情况。咱们先看看苗床上的草莓，苗床上的草莓其实长势和结果还是喜人的，因为每一颗草莓上我都能让它挂好几个果，6到8个果，4到5个果都是有的。但是这些果子呢，不管大果还是小果，它们维持现状已经维持了有10多天了。在这10多天里面，我仅仅是强摘了2盒草莓，因为你看似这些草莓有些泛红了，它也是10天前跟现在也都差不多。因为这段时间不光天气冷，还没有阳光。这是闯地苗，现在的果子也还有30、40颗比较大的。走到这里已经开始到了我的惊喜苗。什么是惊喜苗呢？就是月后吉、天使7号、天使8号、白雪公主、白蜜香、丽雪的草莓种乱的品种。这里的白雪公主啊，前几天观察了一下还是不错的，只不过它们这么多天了，一直维持现状，也不发白，也不转色。这一颗应该是目前我农场最大的月后鸡，看看它自己已经亲自把袋子给撑破了。我保守估计这一颗也是超过50克啊。这一颗上面出来了3个花絮，而且有3个都能超过30克，这颗还是比较给力的。可是它们已经在这儿僵持了10几天了，还是这样，果子也不是特别的红。走到这里已经到了雪兔，雪兔呢，因为之前的侧芽比较多，我在掰了侧芽之后温度就降低了，所以雪兔的长势比较弱。我一颗只留了3到4个果，长势比较小，现在留的果子也比较少。到3月份天气暖和了之后，让它长大了，我们再留更多的果子。雪兔我们看看，基本上成熟的还是比较诱人的啊。这颗还有点发青，我们还是给它包上，再差几天才能熟。我们现在走到了张基的这几垄，张基呢之前有几颗感觉不好的，我提前的就给它们拔掉了，为了避免它们真的染病传染给其他的草莓。张基比较明显，张基的形状就是细长的锥形，基本上每一颗都是细长的锥形，这应该是张基的一个特点。现在它们只红了个尖儿，因为还是温度比较低。看看这颗张基长得就有点像现在网红的香蕉草莓了，特别的细长。我们走到了这个位置是小白，我到前没多久的时间才明白小白好像也是红草莓，我还以为不太对版。这些小白也挺有意思，它们是先红了籽又红了果。这个小白等到彻底熟透了之后，我会跟张基和其他的红草莓一块做评比啊。再到这儿呢，我们就到了淡雪了。淡雪呢也是红了个尖儿，淡雪也是之前侧芽比较多，掰掉了之后影响了它的生长，现在也都是红了一个尖儿比较多。这颗淡雪呢，按道理来说是已经可以吃了，但它还是没有完全变成粉红色，也就意味着没有彻底熟透。等到熟透了才最好吃，所以再等几天。我觉得要等到它们大量成熟啊，还需要15天到20天。这些和这些有2000多颗，都是我留给明年的种苗，是种苗，而不是生产苗。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冷棚，我当时说这个冷棚能耐到暴风雪吧，
好多人还不信。在下雪的时候啊，棚顶全部覆盖了大概有8到10公分的雪，也没有事儿啊。后来之后雪化了，这个棚部耐得更多的雪，他们也都没事儿。我们这个棚子已经有1个月没进去过了。今天把这些压棚部的砖都拿下来，进去看一看里面。这里面1个月没有浇过水，地下的水是足够他们蒸发的，跟我上一次来拍视频的效果差不多，就是多了点黄色的叶子。这个虽然有花，依然是跟大多数在比较冷的情况下种草莓的朋友一样，出来的花雌蕊就是黑颜色的，留它们一点用都没有。其他的草莓看起来都是活着的，虽然这些小白都开花了啊，但是它们的花留不下来。到现在来说，这么多的水也是没事的，所以说这个棚子承载力还是可以的啊。现在把这个水可以给它出去，看有多少水。目前看来，这个冷棚里面的草莓活的是好好的，等到过完春节，一旦温度上来的时候，它们就会重新的开花结果。现在我们到了这边，塑料布下面压的草莓，这些叶片看起来比刚刚冷棚里面的草莓长得更好。能看到啊，这个叶片还是绿油油的，它们不光能见到光，它们还被一圈的腐叶给保着温。咱们现在能看到一个一个鼓包的，都是一片一片的草莓，这里面的也是。好，到了最可怜的这些草莓，它们已经当伏地魔已经1个多月了。这些草莓的叶柄已经彻底的变成了酒红色。5天前，它们还附着一层厚厚的积雪。它们现在已经经历了1个月以上的零下温度，最低的时候零下10度左右。所以从目前来看，草莓地栽的话是能在零下10度存活的。再低我还没有试过。这就是目前农场的各种条件下草莓的成活情况。最近一段时间我也是忙着我公司的一些事情，所以我尽量有时间多跟大家来分享草莓的相关知识。如果你喜欢草莓，如果你喜欢种草莓，请关注跟草莓死磕到底的手艺人飞宇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